被逼得说不出话来。夏小姐如果没有话可说，那我就走了。林一站起身要走，懒得跟她在这里耗时间，她是酒店客服部的经理，还有很多工作等着她忙。之前不过是想听听她说些什么，现在是没有那么必要了。夏薇然见林一要走，张了张口，低头从包里拿出一份报纸扔在林一的面前，咽了口水，才说这是今早爆出的新闻，但很快这个新闻就被人拦下来了，很少有人看到。拦下新闻的人，我想是祁东，他不会想看到这样的丑闻。还有，如果这新闻被有心人士利用，对顾氏集团是很不利的。夏薇然今天看到这个报纸就慌了，她本来就没有信心可以打动顾祁东，现在又出来一个林一，她不采取行动就是坐以待毙。林一拿起报纸细看了一眼，这个事件明明是几天前的事情，怎么会在今天被爆出来？原来是这事啊，居然被爆出来了。那么我也不瞒夏小姐了。实际林一捋了捋发丝，笑得妖媚，弯腰逼近夏薇然，贴着她的耳朵道：实际我是顾祁东的包养的情妇。说完，他还朝着夏薇然的耳朵吹了口气。感觉到夏薇然身子一颤，林一心里不知有多爽快，忍不住大笑起来。夏薇然被林一的举动和话语给惊到了，身子僵硬在那，没有一丝反应。林一脸下笑容，不再说什么，转身离开。心中暗笑，他这个名正言顺的顾太太竟然自称是情妇，不知道顾祁东听到了会是个什么反应。外面的雨是越下越大了，洗去这整个城市的污浊。夏小姐，这是你的单子，总共999元。请问你是付现金还是刷卡？服务员拿着单子走到夏薇然的面前，笑问道。什么单子？夏薇然回过神，不解地问。就是您点的香槟，是999元。谁说香槟是我点的了？我一口都没有喝。夏薇然怒。对不起，夏小姐，单子上是这么写的。夏薇然最终还是付了款，她走到酒店门口，看着外面越下越大的雨，心口一口气咽不下去。她怎么也没有想到林一会是顾祁东的情妇，不过转念一想，林一只不过是个情妇而已，并不是名正言顺的女朋友，更加不可能爬上顾家少奶奶的位置。那么，她夏薇然还有的是机会。夏薇然转身看着这富丽堂皇的酒店，这酒店的总裁陆浩秋既然喜欢林一，为了林一和顾祁东大出手，那么他就顺手推舟，促成他们这一对。林一回到办公室，泱泱就已经等候在那来，他没由来的一阵心烦。没事干了，站在这里干什么？泱泱听着自家 boss 语气不是很好，也不敢再笑，扯了扯衣服，低头道：我也没啥事，就是想关心关心一姐你。有时间关心我的事，还不如多关心关心酒店的业绩。林一走到窗前，看着外面磅礴大雨，伸手触碰雨水，冰冷的手感让他全身一震。泱泱沉默地站在林一身后，看着他的背影，他突然觉得自家 boss 给人一种寂寥的感觉。顾祁东出现了，林一却将关键的事情给忘记了，就是问顾祁东他哥的下落，他懊恼。后来紧接着夏薇然又来烦他，他的心情哪里还能好得起来？顾家老宅，难道全家人聚在一起就喝点小酒吧？老爷子开话说要喝酒。爸，您身体不怎么好，就别喝酒了。老爷子左下手边的顾振国道。老爷子听到不能喝酒，不高兴了，敲了敲拐杖，谁说我身体不好？我身体好着呢，我还等着抱曾外孙。张慧欣听到老爷子说要抱曾外孙，忍不住笑了。爸，祁南事业正起步，无心婚事，小北就更加不可能。现在就只有祁东能让你早点抱上外孙，我看早点让祁东成家吧。这感情好，家里办点喜事，热闹热闹。顾振国的妻子也忙说道。老爷子转眼看向一旁不作声的顾祁东，心想他确实没有关心过这孙子的感情问题，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喜欢的人。祁东可有交往的女孩子？有的话带回来给爷爷瞧瞧，爷爷帮你做主，把婚事给定下来。顾振国看着自己沉稳的侄子，笑道：爸，祁东整天在忙公司的事情，哪有时间约会呀？
看这情况是没有啊，不如他二婶帮忙注意着点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姑娘介绍给祁东认识认识。张慧欣忙接话道。这整一过程，顾祁东都没有说一句话，沉默的想不关他的事。大哥，已经有心上人了。顾祁南突然冒出一句，让急急不休还在聊着的几人瞬间噤了声，齐齐看向顾祁南。张慧欣自然是知道顾祁南说的心上人是谁，说起那个女人，她的心情就沉了下来。祁南，你知道？老爷子忙问。爷爷，别听祁南乱说。顾祁东警告地看了顾祁南一眼，转而又看向张慧欣。林一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别墅，屋内一片漆黑。李婶家里有事请了假回去了，现在这别墅冷冷清清的，一看就知道顾祁东并没有回来。他泄气地在沙发上躺下，连灯都懒得开了，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。顾祁东从老宅吃完饭回来，别墅里一点灯光有没有，他以为林一还没有回来，顺手开了灯，才发现林一一身黑白职业套装躺在沙发里，头发凌乱遮住了半张脸。顾祁东轻叹了口气，将手里的西装扔在一旁，走近坐在他的身侧，把他整个身子撩起来搂入怀里。题外话，求收藏啊。第20章，感冒时最脆弱，捋了捋他的头发，这才发现他的脸色有些不正常的晕红，衣服还潮乎乎的，额头有着细密的汗，身子还微微发颤。顾祁东下意识地伸手去摸他的额头，烫得厉害。今天外面雨这么大，怕是淋了雨发烧了，还烧得不轻，居然在沙发上躺着睡着了，也不知道换身衣服，盖个被子，就这么躺在这里。顾祁东手忙脚乱地抱起林一，想到要带她去医院。谁料这女人被顾祁东这么一闹醒，执拗着不让他碰，睁着惺忪的睡眼，睨着顾祁东，像是看着一陌生人。你谁呀？顾祁东搂着他七倒八歪的身子，也不理会他的话，抱起他就往门口走。可这女人就是不配合，怕打着顾祁东的胸口，嘟囔着让他放开。顾祁东无法，重新将他放在沙发上，用哄孩子一样的口气道：乖，依依，我们去医院好吗？不去。林一推着顾祁东的身子，想要趴回沙发上躺着。顾祁东有些急了，却心疼他，好，不去，不去。那先把湿衣服换下来。说着，顾祁东就是扒林一的衣服。林一昏昏沉沉，感觉到有人脱他衣服，他使劲一脚向那人踢去，流氓，滚开！骂得还特别大声。顾祁东一个踉跄摔着地上，这一脚算是把顾祁东给惹火了。他不再心生软语的安慰，直接横抱起林一往楼上的主卧室走去，将他带进浴室。不管他怎么个挣扎吼叫，顾祁东都毫不留情面地将他的衣服脱了个精光，然后扔进准备好热水的浴缸了。林一掉进浴缸，喝了就口水，这才清醒过来，看着自己赤裸裸地躺在浴缸里，而站在身旁的顾祁东衣裳凌乱，满身怒气，他不禁打了个寒战，对着顾祁东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。顾祁东，你干什么？林一躲进水里，瞪着冷面的顾祁东。我还没有责问你，你倒先来问我了。你说说，今晚你怎么淋雨回来了，还把自己弄成了高烧？林一，你真本事，把自己折腾病了，等着我来伺候你。顾祁东是心急，说出的话却实在入不了耳。我淋雨是因为我没带伞，你以为是我自己想生病的呀？说着，林一又连打了几个喷嚏，头也昏乎乎的难受，还不想再和顾祁东争执。没有带伞，不会给我打电话吗？见他脸色不好，顾祁东语气柔和了下来。林一嗤笑，你会愿意接我电话吗？他今天有过一次热脸贴冷屁股，难道他没有羞耻，没有自尊的再去求他，让他来接他？你不尝试，怎么知道我不会接？林一低头沉默。顾祁东无声叹息，你好好泡个热水澡。看了一眼林一，转身离开浴室。他是拿这个女人没有办法，他母亲回了国，如果让他知道他和林一在一起，他还娶了她，他母亲不知道又会闹出什么花样来阻止他们。顾祁东在卧室里抽了会烟，见林一还不出来，又推门进去。哭笑不得的是，这女人居然躺在浴缸里睡着了，
想到他还发着烧，忙跑上前扯过浴巾，将他抱起身裹住。林一扭了扭身子，闭着眼皱着眉头，好难闻的味道，一副嫌弃的模样。顾其东一顿，这个女人居然嫌弃他身上有味道，他低头闻闻身上的味道，就一点烟味，摇了摇头，将他抱入卧室，放进被窝里，又开足了空调，将他靠在自己的怀里，拿起床头柜准备好的退烧药递到他嘴边，轻哄着张嘴。林一乖乖地张了嘴，顾其东立马将药丸塞入他嘴里，又递过去水，让他将药咽下。林一吃完药，闭着眼用滚烫的脸蛋去蹭顾其东的胸膛，紧接着他灼热的手掌附上了他挺直的脊背上。顾其东听到他喃喃地说：“依依很乖，其东你别不理我。”他的声音不大，口齿却特别的清晰，顾其东差点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。平时张牙舞爪，如一个长满刺的仙人球的林一，现在却像是个柔软的小女人的向他撒娇。嘴角的笑漾开，顾其东搂着林一躺进被窝里，他的身子烫得像个大火球，他却不愿意将他推开，反而是抱得很紧。林一做梦了，他梦见自己在国外的小破屋子，那里没有顾其东，有的只是冰冷的空气。他生病了，躺在床上奄奄一息，没有人来关心照顾他。他很难受很难受，他嘴里一直喊着顾其东的名字，而是没有一点回音，有的只是他的喘气声，只是在告诉他，他还活着。依依。顾其东发现怀里的人痛苦地挣扎着，额头全是汗水，眼角竟流出泪来。他这是怎么了？做噩梦了吗？依依。顾其东轻拍他的脸，林一缓缓地睁开眼。他看着眼前有些模糊的人影，他幻觉自己在国外的小破屋里面，顾其东出现了，他来找他了。他没有不要他，他没有将他扔在国外。其东，林一的声音沙哑的不行。顾其东摸摸他的脸，又去摸摸他的额头，触碰的是一手的汗水，庆幸的是他的烧退了。其东，我不出国，我留在这里好吗？林一还没有从梦中醒过来，他抱住顾其东的腰，泪眼麻撒地看着他，眼里有恳求。这个样子的他，让顾其东想起了5年前他狠心将他送出国的场景，心狠狠一揪，生生的疼。顾其东紧抱着他，将下巴搁在他的头顶，轻柔地抚摸着他的背脊。他轻唤着他的名字，低头亲吻他的发顶。我再也不会把你推离自己的身旁。当年他不愿两人在一起痛苦，不希望他的母亲伤害到他最心爱的女人，让他离开，让他脱离他母亲的势力范围，是他唯一的办法，却不想伤他极深。这次哪怕两人痛苦煎熬，他不会再放开他的手。第21章和谐。清晨的第一缕光照进屋内，偌大的床上，两个人像婴儿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，安详幸福。林一坐在顾其东对面，瞧着自个碗里的白米粥，有些郁闷。某人说他生病发烧了，得吃些清淡点，可也不能这样啊。只给他一碗白粥，还是不放一粒盐的白粥，让他怎么喝得下去？看着干什么？还不喝？顾其东用筷子敲敲桌面，提醒他。林一皱起秀眉，抬头垂涎地看着某人身前的几个小菜，忍不住咽了下口水。顾其东，你看你身后是什么？林一骗顾其东转头，快速地用筷子去夹桌上的下饭小菜。在他快要得逞的时候，顾其东已经用自己的筷子压住了他的。他哭丧着脸看着他，用力地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可惜演技不咋样。喝粥。顾其东摆起脸，丝毫没有被他所动。顾其东，你这是虐待，你这是家暴。林一指控。这么有力气，粥也别喝了。顾其东说着就要去拿他的碗。林一忙夺回自己的碗，举起大口的喝了一口，还舔了舔自己的唇角，扬起脸，你别想饿着我。顾其东哭笑不得，味道怎么样？一碗白米粥能有啥味道？林一喝了一口，接着又喝了一口。这可不是因为这粥味道有多好，而是因为他昨晚晚饭没怎么吃，加上晚上发烧折腾了一晚，饿的。这是我煮的。顾其东淡淡道。
废话，李婶不在家，不是我煮的，当然是煮的了，难道还有可能是阿飘煮的？林一翻了一白眼。实际能让顾其东下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他生来就是含着金汤匙的大少爷，家务活都没沾过手。以前他们交往的时候，林一缠着求着要吃顾其东煮的饭菜，他以为顾其东会像是言情小说里的男主厨艺倍棒，不是不知道，一试吓一跳。顾其东煮的东西根本难以下咽，实际卖相还是不错，可这味道是怪得很。林一度怀疑顾其东是将所有的配料都放了个遍。从此，顾其东再也没下过厨。不过，现在似乎他的厨艺长进了不少。阿飘是谁？啊？林一喝着粥，突然被顾其东这么一问，没反应过来。随后他擦了擦嘴，笑：“阿飘啊，就在你身后。”顾其东表情错愕，愣了几秒，明白过来，瞪了林一一眼。吃过早餐，顾其东难得送林一去上班。顾其东，昨天你的情人找过我了。林一坐在副驾驶上，摆弄着车上放着的饰品，淡淡的说。顾其东脸色一沉，情人？林一，我如果想要养情人，就不可能让你知道。那你有没有养？林一坐正了身子，看着顾其东的线条十足的侧脸。这个问题你自己去想。可我告诉夏薇然，我是你包养的情妇。林一瞧着顾其东的反应。林一，你知道情妇的职责吗？顾其东挑眉，看了一眼林一。不就是暖床吗？难道情妇还有其他职责？那你会吗？我当然会。林一昂首道。顾其东诡异的笑，那好，今晚我就等着你给我暖床。顾其东，你给我下套。是你自己说是我的情妇。林一气恼，接下来都不说话，安静地坐在车上。林一到了酒店，看着顾其东的车子驶离开，他掏出手机，给他发了个短信。顾其东，我想知道我哥他在哪里。他今早没有直接问顾其东他哥哥的下落时，不想破坏他们之间难得的和谐，但是这个禁忌的问题他不得不提，他想要见他的哥哥。林一刚踏进酒店，就听到身后有人喊他，回头一看，发生是陆浩秋。林一停下脚步，陆总裁，我可是准时上班的哦。今天顾其东送你来的。陆浩秋看了眼顾其东远去的车子。他离开那几天去哪里了？他问。浩秋，怎么你比我这个做老婆的好关心他呀？林一和陆浩秋边说边走，进入酒店大厅，引来不少人的注视。你没有问。是没必要问，如果他想要告诉我，他就会说，如果他不愿意给我讲，即使我问多少遍，他都不会回答。浩秋，我不想要做一个追在老公屁股后面跑的人。林一看着陆浩秋，认真的说。陆浩秋轻叹了口气，好，林一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只是希望你走的每一步都是正确的，不会让你后悔。世事无常，谁也不能确保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对的。但是我知道的是，未来我们都无法得知，我们能把握的只有今天。爱不是说没有就没有的，他和顾其东曾经深爱过彼此，现在他们的心中仍有着对方。如果可以，他想要和顾其东好好的过日子。林一，顾其东的母亲也就是张慧欣她回国了。林一听到张慧欣这3个字，心一提，对于顾其东的母亲林一是后怕的。因为他知道这个女人疯狂起来有多可怕，他曾经想要毁了她全家。你既然嫁给了顾其东，他不可能一辈子都不带你去见家人。到时候，林一，你该怎么办？陆浩秋担忧地问道。顾其东的母亲本是一个温婉的女人，却在丈夫意外过世、儿子疯掉后，变得疯狂，被仇恨蒙蔽了眼睛。林一对着陆浩秋笑笑，他是关心，他懂。浩秋，她是顾其东的母亲，是他最亲的人，也是我的婆婆。她打我一巴掌，我应该笑着凑过去，让她再打我一巴掌。林一，你明明知道张慧欣不会只是打你一巴掌这么简单。林一耸耸肩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总裁，我先去工作了。林一快步离开，只是不想再谈论这个话题。第22章，
胡闹。接下来的一天，林一一直在等顾其东回短信，等得他都狂躁了。顾氏集团顶楼，顾其东刚在老板椅上坐下，就有一人大掌一推办公室的门，风风火火地进来了。看到顾其东微微惊讶的表情，来人笑得诡异。李俊，这个时间你不在学校，怎么跑这来了？李俊一张妖孽脸，笑得花枝招展，拉过一把椅子，到顾其东的面前坐下。东子哥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什么事？李俊这小子平时爱玩，没个规矩，没个章法，顾其东倒也没怎么在意。嘿嘿，东子哥你猜猜。李俊卖个关子，一张脸笑得欠揍。顾其东拉过一份文件看了起来，淡淡地道：爱说不说。李俊见自己个偶像似乎对自己的话题没多大兴趣，可不应该啊，他要说的可是大事。难道东子哥已经知道了？不应该啊。他将脸凑到顾其东的面前，东子哥，我说喽，其实就是你家顾太太张罗着给你相亲。顾其东抬起头，拧紧了眉，相亲？对呀，顾太太可是一大早就打电话给我家老佛爷，让我家老佛爷给你找一堆的漂亮妹子。这相亲可不是一般的相亲，而是一对摆的豪华相亲宴。来相亲的女子可是经过笔试、面试一系列的关卡的。李俊说的可兴奋，因为他等着到时候去凑凑热闹，顺便认识认识漂亮女孩子。胡闹，岂不是胡闹吗？这哪是相亲，完全就是君王选妃啊！李俊附和着说道。顾其东从西装口袋里拿出手机，打算打电话给张慧欣，这才看到林一发来的短信，手一顿，点开看了。李俊瞧着顾其东盯着手机愣在那里，不解地问：东子哥，咋了？顾其东没有理会他。李俊嘟了嘟嘴，有些委屈，但也没有去打扰顾其东的思索。顾其东拿着电话走到窗前，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，抬头看向蔚蓝的天空。是我，顾其东。怎么，突然想着给我打电话了？张慧欣实际一定也不意外他儿子会打电话过来。他听顾其东没说话，接着道：知道那事了。肯定不知道他的哪个发小得知了此事，急忙着去告诉他了。相亲取消，这事你就别管了，妈会安排，你到时候只要人出现就好了。张慧欣知道与他多说无益，说完直接挂电话。他，李俊吓得从椅子上跳起来，看着地上被顾其东摔碎的手机，心砰砰的跳。他小心翼翼看着顾其东，东子哥，他哥真是火了，他是不是现在该跑路，免得惹火烧身？虽然这么想着，李俊可真不敢就这么走。东子哥，那个啥，我再告诉你个事。就我家老佛爷告诉我说，那个相亲宴定在浩秋姐夫旗下的5星级大酒店。你要是想让相亲宴开不成，干脆让浩秋姐夫假意接受当天又故意暂停营业。顾其东听李俊说相亲宴安排在陆浩秋的酒店里，眉头拧得更紧了。陆浩秋的酒店不就是林一工作的地方？张慧欣这是想干什么？张慧欣是肯定知道林一在酒店工作，只是还不知道他和林一已经领证了。与此同时，林一收到公司最新消息，酒店大厅要为某活动而隆重装饰。一姐，我刚才其他部门得知一个新的消息，大厅如何装饰没有想好，让各部门想想方案。如果方案被采纳了，就有1万元的奖金。一姐，你想想1万元啊！泱泱眼里冒着一张张的毛爷爷。林一现在的心思完全在他哥上面，他早上给顾其东发的短信还没有得到回复，他焦急烦恼着呢，哪有什么心思管酒店大厅的装饰？你想参加就去参加。林一又看了眼手机，还是没有什么动静。就我这猪脑袋，能想出什么好的方案来？一姐，不如你去试试吧，被选上拿了钱，请小的我吃饭拜。泱泱怂恿着林一。林一将手机扔进口袋里，看向泱泱，不拿钱我也能请你吃饭。一姐，这可是你说的。那么是不是？泱泱笑看着他，一副谄媚的样子。今天下班后我请你吃饭。哦耶！泱泱跳了起来，兴奋地大叫。林一抬手敲了敲桌面，
瞪了一眼泱泱，注意点，别人还以为我们办公室干什么呢。泱泱蒙住自己的嘴巴，嘻嘻的笑。林一看着鬼灵精怪的泱泱，也忍不住笑了。他今晚不想回去看到顾其东，碰上林胜的问题，他们总会不和。这算是他的逃避吧，不想又因为他哥将他们推到两难的境地。泱泱放下自己的手，小声地问：一姐，你知道大厅的华丽装扮是为了后天的什么事情吗？不清楚。林一确实也不知道，在工作方面，他是尽量配合陆浩秋，并不会多问他一些事情。你也不知道啊，没关系，我等会去别的部门打探打探，我还蛮好奇的。林一笑泱泱的八卦，后天不就知道啊？一姐，事前知道和事后知道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你的男人出轨，你事先发现和事后被人告知，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。前一种是庆幸知道了，可以甩掉这个男人，而后一种则是感觉羞辱，会希望宁可不知道。你想得挺透彻的。泱泱被自家 boss 一夸，骄傲地笑了。下班时间是交通最繁忙的时候。林一和泱泱站在酒店前的公交车站前，看着公交车上拥挤的人群，人贴着人像是夹肉饼干似的，顿时没有上车的欲望了。恰巧有个声音出现了：上车吧。题外话，求收藏啊，求收藏啊，求收藏。第23章大促谈。林一转头一看是陆浩秋，又看了眼拥挤的公交车。虽然并不怎么希望泱泱知道自己和陆浩秋的关系，但是挤公交车还不如坐陆浩秋的奔驰。他打开后座的车门坐入，陆浩秋搭在副驾驶上的手顿住了，慢慢的收回。林一见泱泱瞪大了眼睛，还愣在原地，失笑道：快上车。泱泱才跑上来，开门坐到林一的旁边。林一不坐在陆浩秋的副驾驶上，是因为副驾驶的位置是特别的，她应该是属于那个文气温婉的女人杜柔。你们打算去哪里？陆浩秋转头看了一眼林一，问。泱泱既害怕又兴奋，她作为一个小职员，从来没有坐过大 boss 的车子，结结巴巴地说：总裁，哪有好吃的我们就去哪。说完，傻笑地看向林一。我们准备去吃晚餐，但不确定去哪里，总裁有什么好的推荐吗？陆浩秋不习惯林一在下班后还叫他总裁，顿了一下，思索了一番，道：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很不错，正好我也要吃晚饭，我和你们一起去，不介意吧？当然不介意，总裁你真是太好了。泱泱大呼。陆浩秋踩了油门，车子驶离公交车站。坐在后座的林一不知怎地，突然打了个哆嗦，莫名其妙地感觉到丝丝缕缕的寒意。离公交车站不远处停着一辆白色玛莎拉蒂，车内的男人手撑着车窗边，犀利的目光一直盯着远去的车子，随后猛地一踩油门，车子飞速地往前驶去，只留下一缕黑烟在车后。陆浩秋带着林一和泱泱去了一家特色的餐厅，古典的装修透着别样的风情。整个餐厅的餐桌椅子们都是木质而成，有着一股浓郁的绿色气息。这是杜柔带你来过的吧？林一走在陆浩秋的身旁，笑问道。陆浩秋点头，这确实是杜柔曾经带他来过的地方。林一得到他意料之内的答案，不禁多看了几眼这里的装饰。这种装修风格完全是杜柔喜欢的调调，杜柔希望古典文雅的事物，连对于吃的，他也追崇一种自然的美。这里还漂亮啊！泱泱跟在他们身后，兴奋地四处张望。林一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，服务员忙跟上送上了菜单。总裁，有什么好的推荐吗？林一瞧着这一个个没听过的菜名，抬头看向陆浩秋。这里的菜都挺好的。泱泱捧着餐单都想流口水了，但他还是忍不住了，笑看着陆浩秋，那个啥，总裁，你点吧。林一也点点头。陆浩秋看着菜单，突然想到什么，扬起一个温柔的笑容，点着菜单上的几个菜，对着服务员道：就要这几个菜。他抬眸看林一，试试这几个菜，之前尝过还不错。总裁点的肯定好吃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泱泱笑得合不拢嘴，他可是第一次和总裁一起吃饭。
菜很快就上来了，泱泱迫不及待地尝了几口，塞得满嘴都是。总裁，我能问你件事吗？泱泱口齿不清地问，又看看低头吃菜的林一，林一抬起头对上泱泱嘻嘻地笑，不明白怎么了。陆浩秋瞧着林一，疑惑，什么事？泱泱一脸怪笑，笑了一会，倏地闭上了嘴，假意咳嗽了几声。嘿嘿，总裁，那个后天我们酒店要举行什么重大的活动，能告诉我吗？泱泱惊个一下午都时不时的去别的部位逛悠，可没有内部消息都没有打探出来。陆浩秋脸色一僵，见林一似乎也想要知道的样子，他有些为难。这事本来也瞒不了林一，可陆浩秋的心里就是不想要林一知道。总裁，你不说也没有关系，我不问了不问了。泱泱瞧着总裁的脸色有些阴沉，忙改口道。林一疑惑地看着陆浩秋，他不说反而让他觉得好奇，但他也不多问，他一向来对于别人的事情没有太多的热情，能管好自己就很不错啊。这顿饭吃下来，气氛到后面有些尴尬，陆浩秋也没有说后天酒店要举行怎样的活动。林一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，屋子里灯的都没有亮，他进屋随手将灯给开了。一抬眸见到沙发上坐着笔直的男人，他吓得身子贴在墙上，拍着自己的胸口，平复下错乱的心跳。你怎么坐在这里，灯都不开？男人紧抿着薄唇，整张脸阴霾的吓人，看着林一的目光格外的凌厉，让林一不敢向他迈开脚步，傻愣地站在原地。你怎么不说话？林一小声地问，攥紧手里的包，现在阴沉的顾其东让人觉得害怕。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希望我发生什么事？他终于开口了。当然最好是什么事都不发生。可是你这脸色明明是有事。早上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？现在怎么又这样了？难道他又哪里惹到他了？林一，辞职吧。顾其东说的决绝，完全不给林一考虑的机会。林一气愤了，他快步上前走到顾其东的面前，我不辞职。莫名其妙，好好的什么事情都没有，他怎么就突然叫他辞职？他才不会照着他的话去做。你不想辞职是不是为了陆浩秋？顾其东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抓住林一的手臂，将他拽进自己的怀里。顾其东，你神经！林一咬牙切齿，他使劲的想要拽回自己的手，可顾其东不放他也没有任何的办法。顾其东，你到底是受什么刺激了？我们就不能好好的？你到底是想要怎么样？顾其东哼了一声，好好的。林一，你想要和我好好的在一起的话，就远离陆浩秋。他到底是哪里惹到你了？还是说我哪里惹的你了？你干什么这样？林一对视着顾其东愤怒的眼神，看了一会儿，他似乎突然明白过来。你是不是今晚来酒店接我了？他盯着他不语。是不是看到我上了浩秋的车子？你到底说是还是不是？第24章，可爱的顾爷。林一瞥看到陆浩秋的耳根微微发红，不禁扬起唇角，笑了。顾其东就是大醋坛子，动不动就爱吃醋，吃完醋还不肯承认的那种。你笑什么？林一耸耸肩，笑得更明显了。我笑某人吃醋了。谁说我吃醋了？我有说你吗？干嘛这么着急承认？难道见顾其东一脸语塞的样子？林一靠近顾其东，将脸贴在他的胸口，听着他强有力的心跳声，轻声地说，其东，我们已经结婚了，我们不要再分开了，分开的日子我过得一点也不好，你呢？这5年你过得好吗？这是3个月来林一第一次和顾其东谈起这5年的分离，之前他们俩心领神会，都避之不谈。顾其东抓着他的手，变为与他十指相扣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满满都是他身上淡淡的香气。那5年，他怎么可能过得好？商业上的尔虞我诈、明争暗斗本就不为他所喜，偏偏他就置身于此，为了商业上的利益算计别人，同时也被人算计。有欢喜，有难过，他无人能够述说，唯有放在心里。每夜梦回的时候，与梦中的他讲述一番，哪怕梦里的他只听不语，但他极其满足，满身的疲惫就那么消散了。
可更多的时间，他完全不发入睡，只是睁着眼怔怔地看着天花板，脑子里竟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容颜。祁东，你过得也不好，我知道你过得不好。林一的声音微微哽咽，眼睛发红，头埋得更深了一些。5年后的他瘦了，他亦瘦了，他们都过得不好。顾祁东当然发现了林一的小动作，他将他的手松开，缓缓地退离，解除了和他的亲密姿态。林一不想让顾祁东看到他含着泪的眼，紧低着头，有些手足无措。林一不想掉眼泪，就把头抬高，45度角仰望天空。这个办法真的很管用。当年他坐着飞机远离这个城市的时候，他差点流了泪珠。他仰起头看向天空，空中有他乘坐的飞机。林一抬起头看着顾祁东，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滑落下来，仅一滴，没有再多。结果发现顾祁东的眼睛并没有比他好一点，同样氤氲着泪花，只是没有滴落下来。他笑了，祁东，轻轻地唤了一声。顾祁东长指勾起他的下颚，漆黑的眼眸落在他绯红的脸上，神色认真。林一，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你。他身子一震，咬着唇与他对视。他的手指在他的唇角轻轻摩挲，逼着他松开自己的唇。薄薄的茧轻刮着他柔嫩的肌肤，让他觉得微痒，也同时让他的心轻轻颤抖着。林一情不自禁地扑进他的怀里，依偎着。他说，爷，我们这算和好了吧？顾祁东猛地将他压在沙发之上，撩开他的衣摆，大掌抚上他嫩滑的背脊，触手肌肤柔腻，让人忍不住想要索取更多。林一轻颤，定定地瞧着面前的男人，感受他灼热的目光，情难自禁地仰头吻住了他的唇，轻轻的。唇上的柔和带着史无前例的魅惑，他猛地咬住他的唇，随后放开，轻舔。瞧着他的唇，因为方才的啃咬，变得娇艳欲滴。还记得你第一次喊我爷吗？低哑的声音袭上他的耳郭。林一顿时面红耳赤，心跳得飞快，像是要蹦出来了。以往两人感情极深的时候，他喜欢喊他顾爷或是爷，刚开始叫是因为恶趣味。以前他们两人环抱在一起看电视剧，古装剧里的青楼女子嗲着声音唤客人为爷，只见客人听到骨头都要酥了，拜倒在青楼女子的石榴裙下。林一看着有趣，想要瞧瞧顾祁东的反应，就嗲着嗓子朝着顾祁东喊了一声爷，谁知就是这么一叫唤，出事了。他的第一次就因为唤了一声爷没了，这位爷在事后还不给钱。而这一次也好不到哪去，林一娇嗔地喊了爷，就被顾祁东压倒在沙发上，无法动弹，任凭他处置。爷，让奴家伺候你吧。林一颤抖着抬起双臂，环上他的颈脖，将微颤的唇柔柔地贴了上去。顾祁东含住他的唇，霸道的吸吮，相濡以沫。衣衫褪去，满是寂静，唯有听到女子的娇喘声和男人粗重的呼吸。深夜，月光清浅，主卧室的大床上，女人闭着眼轻靠在男人的胸膛上，男人手里把玩着她柔软的长发，他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。林一，这个休息日我带你去见你哥。一句淡淡的话，便让假寐的女人倏地睁开了眼眸。她向男人抬头望去，房间里没有开灯，黑暗一片，她看不到顾祁东的表情。作罢，回过头重新躺回他的胸膛，她轻嗯了一声。不问问我他在哪里吗？林一静默了一会儿，抬手捏上顾祁东的耳垂，轻轻的揉捏，这是他的嗜好。我信你，你说会带我去见他，就一定会带我去。顾祁东从来不是一个屑于说谎的人。他轻笑，顾祁东已经变了，你怎还会如此坚信不疑？林一一愣，不知如何反应，良久才说，我信。对他从来只有信。如果你连自己爱的人都不能够去信任，那么你还可以信任谁？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脆弱的，你若总是怀疑，对于彼此都是一件悲哀的事情，何况是恋人之间。顾祁东低头亲吻了他的发髻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要记得你说过，你信我。林一点头。林一离开陆浩秋的酒店，顾祁东旧话重提。林一脸色一沉，
声音僵硬，你为什么这么坚持让我离开？你之前说的是对的。他淡淡地道。扑哧，林一笑了出声，他竟然承认吃醋，可是破天荒的第一次。爷，你真可爱。林一抓紧他的手，贴着自己的脸上。题外话，今天迟更了，抱歉。第25章，用完各种口味的套套，我说真的。顾其东有些别扭，想要坐起身，幸好没有开灯，否则就会被他看到他脸色不自然的红润。我知道你是真的吃醋了。林一笑得欢。林一，好了好了，我不说了吗？林一压住顾其东欲坐起的身子，嘟起嘴嚷道：其东，浩秋是我的朋友，何况他已经有了杜柔，你怎么还会吃我们俩的醋？顾其东听到林一说我们2个字，他的脸一皱，陆浩秋爱杜柔吗？他问。林一怔住了，爱吗？他不是浩秋，他怎会知道他到底爱不爱？我感觉他是爱杜柔的。不爱他，他怎么会娶她呢？当然是因为爱啊。林一，感觉是会骗人的。你的意思是浩秋他不爱杜柔？林一转身面对着顾其东。男人是了解男人的，顾其东知道陆浩秋的心里一直藏着林一，从他望着林一的眼神就可以看出，只是他的爱慕没有非分之想，只是驻足守护。或许爱，或许不爱。他不想对自己的女人说明白另一个男人对他的心，何必为自己增添情敌呢？除了他，他的女人似乎对别人的情感都有些呆，不会多想，也不多问。林一轻拍了下他的胸，你说跟不说有什么两样？不管浩秋对杜柔是不是有爱，但我可以确定杜柔是爱浩秋的，他会得到自己的幸福的。但愿。林一躺回顾其东的身侧，闭上眼睛，我要睡了。一起。顾其东拉过被子，压在林一的身上。谁要跟你一起呀？喂，我很累了，你别压着我。啊，你的手放哪里呀？别，爷，我错了，他终于不再逼迫他辞职了。今晚把那些不同口味的套套全用了，试试你最喜欢哪一种，喜欢就买那一种。邪恶的顾其东竟然提出这种要求。林一想起酒店里拿的那些套套，吓得要晕过去了。陆氏酒店，林一迈入办公室，泱泱鬼鬼祟祟的紧跟其后，钻进了林一的办公室。又有什么八卦想要跟我分享吗？林一有些好笑的看着泱泱。泱泱一阵傻笑，一姐，你知道我这人有事没事就爱闲逛那些八卦网站。昨晚我一宿没睡，发现了一个重大事件。泱泱顿住，不再继续说下去，等着林一开口问他。林一当然是洞察了泱泱的小心思，就顺着他问道：什么重大事件？哈哈，我就知道一姐你感兴趣。这个重大事件就是明天在酒店大厅举行的是一个重大的相亲宴会，你知道是为谁举办的相亲会吗？泱泱故弄玄虚。林一翻了文件，头也不抬地问：谁的？一姐，你肯定猜不到，是我是商业大万众人眼里的白马王子顾氏总经理顾其东。林一手一抖，页面哗哗的滑下，木然的抬起头看着泱泱。你说的是谁？一姐，你也没有想到吧，是顾其东顾总经理，上次我们还在商城里见过他呢。泱泱完全没有察觉到林一的脸色白了，还笑呵呵的讲着，据说有100多号人来相亲，哇，想想那场面，100多个美女争奇斗艳，只为博得顾总经理微微一笑。这消息是我从论坛上扒来的，是那些准备来相亲的美女透露出来的，很可靠的。一直见自家 boss 没什么反应，泱泱愣住了，一瞧发现自家的 boss 脸色不太好。一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发现我的男人有爬墙的预兆。林一咬牙切齿地道。这该死的顾其东居然举办相亲会找女人，当他是死的吗？一姐，那还不宰杀了他的念头。话说，小的我还没有见过姐夫呢，一姐，啥时候让小的瞧瞧？你给我泡杯龙井茶来。林一扯开话题，哪能让泱泱真的见着顾其东，若是让他知道了，就他那张大嘴巴，非嚷嚷的全酒店都知道了，包括那扫厕所的大妈。一姐，哪里来的龙井茶呀？泱泱皱眉，没有就去买。
林一让泱泱出了办公室，这就拿起电话拨通了顾其东的号码。怎么，有事？顾其东的声音慵懒而带有磁性，听上去心情很不错。林一却是阴阳怪气的，顾爷，兴致不错吗？你这是怎么了？顾其东一听林一的声音，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正经地问道。我能有什么事？是某人等着一周爱妃侍寝呢，你说是不是？林一都感觉自己的声音很矫情，就像是古装剧里面被抛弃的正宫找皇帝理论呢。实际他就是心里别扭，想要让顾其东给他解释清楚，给他一个交代。顾其东一琢磨，就猜到了是什么事，他轻叹了口气。那不是我的安排。顾其东，你让我辞职，是不是就为了这豪华隆重的相亲宴，可以坐享其人之福，没有人能爱着你？好，我就顺从了你的意思，我这就走，我离开酒店，让你好好的选个娇妻。说什么混话呢？顾其东话虽这么硬，可口气柔和着，有点哄人的意思。林一刚想要回话，这时他的一个下属敲门进来，一副着急的要哭的样子。我有事，这件事我回头跟你好好聊。林一急匆匆地和顾其东挂断了电话，不解地问满眼泪水的下属，怎么了？一姐，总裁套房今早就被一个顾太太包下了，一直揪着一些小错误找我们的茬，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下属说着委屈地哭了起来，眼泪一把一把的。哪个顾太太？林一秀眉一皱，他当客房部经理以来，不是没有人闹事的，就是顾氏集团总经理的母亲。林一惊愕，回过神来一想，也可以理解顾其东的母亲会出现在酒店。下属吸着鼻子，小脸哭得红彤彤的，可想而知这顾太太有多为难人啊。一姐，一姐，泱泱跑了进来，喘着大气，那个总统套房的客人要见经理你。别哭了。林一拍拍哭着的下属，瞧了眼泱泱，跟我走。第26章刺痛。写顾其东的母亲哪是来住酒店的，完全就是来找他的茬。这种事情以前不是没有过。林一坐了电梯直达总统套房，推门进去，发现满地的花瓶碎片。屋里传来一个女孩的哭声，怯怯的，也不敢哭得响亮，哽咽着。林一绕过玻璃碎片，快步上前，看了泱泱一眼，让她把哭的女孩带下去，这才看向坐在沙发上的顾太太。顾太太一身白底红梅的旗袍，将她曼妙的身姿勾勒得玲珑有致，林一不禁要惊叹她包养的可真好。黑亮的长发盘在脑后，庄严而不呆板。她拿着一杯茶品尝着，见林一进来，微抬起头，一双凤眼直直地逼视着林一，犀利不带一丝温和。好久不见，林小姐。不，应该说是林经理。好久不见，顾太太。林一真有种冲动喊一声婆婆，瞧瞧这女人的惊愕反应，不过想想还是算了，将她气进医院，到头来她得不到一丁点的好处。再怎么说，她也是顾其东他妈。虽然他心里十分的不待见她，甚至有些恨这个女人，但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可是林一想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可顾太太可不这么想。林小姐当这个经理可不怎么称职哦。张慧欣站起身，环顾了四周，瞧瞧这套房，你看看这，还有这里，都这么脏，怎么住人啊？他抹了一把茶几，嫌恶地道。顾太太不满意，我这就叫人来收拾。林一心里翻了个白眼，这里明明干净得很，非说脏。慢着！张慧欣喊住林一，你手下的员工没有把工作做好，就是你上司的错，所以这里就由你来打算，算是给手下的员工做个榜样。林经理，你说这样可以吗？我来打扫就好了。泱泱进来听到这话，忙主动请缨道。他可不想让自家老板干这活，这点粗活就让他这个坐下的忙活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也说让你干嘛？张慧欣瞪视了泱泱一样，语气粗恶。林小姐，我回国之后还没见过你的父亲和你的哥哥，不知他们情况如何了。林一瞠目，瞪大了眼睛，顾其东的母亲这是在威胁他。林一咬了咬牙，
深吸了口气，气定神闲地看着顾其东的母亲，伸手将委屈的泱泱拉到身后。好，我来打扫。林一知道张慧欣是专门来找他的麻烦的，不从了他的意，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还不去打扫的工具过来！张慧欣朝着泱泱吼道。泱泱一惊，为难地看了一眼林一，见林一朝着他点了点头，他才转身去拿东西。扫把、拖把、抹布、水桶统统放在了地上，泱泱这才站回到林一的身后。还不动手，等着我教你吗？张慧欣看着林一满脸傲气，心中大感不爽，深吸了口气，横视着他。林一弯腰拿起地上的扫把，想要先将这满地的碎片处理干净，可他才刚拿起扫把，顾其东的母亲又喝住了他。先将我脚下的污浊擦干净了，要用抹布擦。林一手一顿，看向张慧欣的脚边，脏兮兮的一地，是香蕉掉地踩烂在地，黏糊糊的粘在地板上。林一看着一阵反胃，抬眸望向顾其东的母亲，见他气势凌人地逼视着他，似乎他不擦就不罢休。林一将扫把扔下，拿起抹布和水桶，抬步走到张慧欣的面前，缓缓地蹲下身子，跪在地上，用抹布去擦拭地上的污浊。他可以感觉到顾其东的母亲的目光一直盯着他，尖锐的眼神欲将他狠狠地刺穿。林一忍着心中的烦躁，专心致志地将地上的污浊清理干净。他稍稍挪动了腿，怎知一股尖锐的刺痛感从他的腿上直达心口，他闷哼了一声。一姐！泱泱心惊，忙跑上前扶起跪在地上的林一，低头一看他的小腿，一块花瓶碎片刺进了他光滑的小腿上，鲜红的血缓缓地从伤口上流下来，滴在光滑的地板上。泱泱吓得瞪大了眼，慌张地扶着林一不知所措，眼泪都浸满了他的眼眶。张慧欣只是轻瞥了一眼林一的脚，轻蔑的一笑，在沙发上坐下。林小姐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张慧欣做出一副很关心的样子，嘴角却是轻勾着。你！泱泱气得瞪向顾其东的母亲，手握紧了拳头。林一将手里的抹布扔在水桶里，握住泱泱因气愤要握紧的手，这才转头看向顾其东的母亲。您满意了吗？你想要让我满意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消失在我和我儿子的面前，还有你那该死的哥哥和老年痴呆的父亲。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情来，当年不过是看在我儿子的面上放过你们，这次我不见得会心软。林一听着顾其东母亲的话，想到自己现在和顾其东的关系，忍不住扯出一丝冷笑。你笑什么？张慧欣看着林一脸上的笑，特别的不舒服。一姐，你别笑了，还是快去处理伤口吧，血越流越多了。泱泱紧张地道。这时，总裁套房的门被人一脚踹开，踹门的人是李俊，而在他的身后，一抹修长的身影出现在门口。顾其东面色阴沉，目光冷漠。林一见到顾其东，突然觉得松了口气，之前神经绷得太急，现在一松，反而感觉到脚上的刺痛感，眉心皱着死紧。题外话，留言加收藏。第27章，悸动。顾其东瞧见林一的面容，低头一看，血红一片，他面色一暗，快步上前。小心脚下！林一忙出声提醒，地上可都是些花瓶碎片。顾其东脚步没有片刻的放缓，几步走到林一的面前，将他搂入自己的怀里，转头看向坐在沙发悠闲地喝着茶水的女人。张慧欣瞧见儿子眼里的质问和抱着林一紧张的神情，心口一股闷气上了来。你紧张这个女人？顾其东不答，反问，是你弄的？张慧欣轻笑，这可不是我让她受伤的，是她自己不小心。妈，我不希望有下次。顾其东声音清冷，但带着一股决然。他横抱起林一，转身就走，不知所以的泱泱也忙跟在顾其东的身后。你给我站住！张慧欣猛地从沙发上站起身，朝着门口的顾其东吼道。顾其东，你怀里的女人的哥哥害你弟弟疯掉，害得你父亲意外车祸，害得我们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。你怎么还能跟他在一起？
林一倏地攥紧顾其东胸口的西服，抬眸见顾其东缓缓地偏过头，妈，我以为你放下了。他的母亲在他儿时的记忆里一直是一个温婉柔和的女子，现在她被仇恨蒙蔽了双眼，心胸变得越来越狭窄。我怎么可能放得下？张慧欣痛心喊道。妈，我不希望你再伤害林一。顾其东，妈，如果我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，可以撑起整个顾家。顾其东将林一带回家，直接打电话给郑子浩，让他过来。郑子浩到时候，林一坐在床上，小腿上一片血红，染上了纯白的床单，开出一朵炫红的珠花，而顾其东倚在窗户边，有一口没一口地抽着烟。怎么回事？郑子浩坐到床边，小心处理林一的腿，偏头问向窗边的顾其东。顾其东猛地吸了一口烟，随手将烟扔在一旁茶几的烟灰缸里面，转头看向皱着眉不发一言的林一。他今天接到林一质问的电话时候，一头雾水，后来不知怎地，心里感觉有事，打电话一问，才知道他母亲去了林一工作的酒店，他这才赶往酒店，撞上了这件事。不说罢了。郑子浩见从顾其东的嘴里问不出什么来，偏头看向咬着牙皱着眉头的林一。你不用紧张，一点皮外伤而已，没有伤到筋骨。谢谢。不用谢我，我就是个劳苦的命，顾大少爷一个电话，我就是软玉温香在怀也得赶过来，一刻都不敢轻缓，否则他得封杀了我。郑子浩笑道。没你事了，可以走了。顾其东见郑子浩已经将林一的伤口处理好了，出声下逐客令。顾其东，哪有你这样人，利用完了就赶人走，不请我吃个午饭。顾其东瞪视了郑子浩一眼，郑子浩却立马闭上了嘴，想了想，还是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走人。郑子浩实际也感觉到这两人之间的气氛有些不太对，他还是乖乖的走人好了。郑子浩一走，林一就起身下床。顾其东面色不好，你要去哪里？回去上班。顾其东贸然地带他出来，他可并没有向陆浩秋请假，他这算是旷工。不用去了，回去躺着。顾其东看了一眼他包好的脚，命令道：你刚才没听子浩说的吗？不就是一点皮外伤，不需要躺床上，何况我有没那么娇弱。顾其东是不确定他母亲是否还在酒店，他是不想再让他母亲和林一碰面。躺着。林一见顾其东如此坚持，他干脆一屁股坐在床上，悠悠地道：好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好好聊聊。顾其东皱眉看着他似在问聊什么。我们就聊聊明天在陆氏酒店的相亲宴会。不关我的事，他母亲爱怎么折腾他管不了，可这些统统都与他无关。谁说不关你的事了？明天可是你顾大少爷的相亲宴会，上百个名媛淑女会来参加，让你好好的选。林一，这些你都不需要在意，你是我名正言顺的妻子。顾其东对于一些没有危害到他利益的事情，他都不会怎么关心。林一嗤笑了一声，名正言顺吗？我是你的妻子，除了你我，还有谁知道？你想要让我们的关系告诉全世界吗？你敢吗？顾其东，你敢让你母亲知道吗？林一知道顾其东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们的结婚的消息，就是在忌惮他母亲。你想，我就能？不用了，我不想。现在已经能让他母亲恨他到这一地步，若是知道他和顾其东已经结婚了，恐怕他母亲会做出更疯狂的事情来。顾其东坐到林一的身侧，将他轻扯入自己的怀里，林一顺从地靠在他的身上，他的身上是淡淡的沐浴乳的清香味，闻着很舒服。林一，我们已经和好了的。顾其东闭上眼，靠在他的头顶，轻缓道。林一深吸了口气，眼里一热。是啊，他们说好了和好的，可是我们和好了，其他人不想让他们好，他的母亲永远是他们心中的一个结。林一，我死都不会再让开你的手。林一一震，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样的话会从顾其东的嘴里吐出来，他缓缓地抬起头，正对上顾其东睁开的眼睛。他的目光灼灼，暗沉的眼底涌动着情潮，向着林一席卷而来，瞬间林一的脑子一片空白。
林一不由自主地抬手搂紧顾其东的颈脖，将自己的唇畔送上。顾其东擒住他的红唇，没由来的一股冲动，将他压倒在大床上。霸道的舌长驱直入，在他温热的口腔内游走。顾其东对这个女人从来就只有爱，爱到恨自己为什么要遇上她，将他的整个人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。从第一面见他，他未春动过的心莫名的悸动了。第28章，我要结婚戒指，愈吻愈深。他狠狠地扣住他的后脑，将他逼近自己，吻得异常的用力，死死地抵住他的脚，却轻柔地避开他受伤的地方。林一根本不想要抗拒，他试图回应他的吻，却总是跟不上他的节奏。顾其东猛地一扯他的白色衬衣，前面的扣子就掉在地上，扣子瞬时掉落在地板上，发出一阵声响。顾其东的唇从林一唇角滑落，湿漉漉带着欲望的吻，沿着唇角落在他耳后，啃咬他柔软的耳垂，舔舐，夹带着微微喘息的热气，喷在林一敏感的耳后，令他不由自主一阵阵战栗。他们明明说好了在一起，他们和好了的，可是为什么他心里总是那么的不确定？没有再像以往在一起的轻松快乐，现在的他们似乎背上了什么枷锁。因为不确定，所以会慌神，想要抓紧，却不敢抓得太紧，怕抓得太紧反而会失去。这种怕，只有将他狠狠地抱在怀里，按在身下，深深地拥有了，才会缓解。这才能感觉到他真的在他的身旁，这才知道不是他的幻觉。他对他，从开始在一起，他就不愿放开他，他想要永远抱着他，拥有他，不想放开，不能放开，也放不开。最后是陆浩秋的一个电话，将林一从顾其东的怀抱里吵醒的。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3点了，没有吃午饭，肚子空空的。他对着陆浩秋说了好几次对不起，陆浩秋似乎情绪不太对，并没有怎么说话。得知他没事了，就让他好好在家休息。林一挂断电话，朝着睡眼惺忪的男人道：“浩秋似乎心情不太好，发生什么事啊？”顾其东一醒来就听到情敌陆浩秋的名字，顿时脸黑了，瞧着林一脸色的忧虑，心中火大。这不管你的事，朋友的事关心一下有错吗？顾其东对陆浩秋的不满，让林一实在没有什么办法。陆秋总是在他困难伤心的时候帮助他，他怎么可能对他毫不关心？这算是朋友吗？我不喜欢。顾其东冷冷地说了几个字，转过身背对向林一。林一瞧着顾其东宽大的背影，小麦色的肌肤隐隐有着他激情时抓伤的痕迹，心里又是羞涩又是好笑。羞自己将他抓伤了，好笑他的行为有点像是小孩子闹别扭。爷，我就打个电话问问，你别多想。他推推他的肩膀，那人没啥反应。他贴身过去，低头亲吻了一下他光滑的背脊，感觉到他的身子微微一颤。下一秒，他就翻过身，将他揉进怀里，十分的用力，让他喘不过气。气得去拍他的背，轻点。好，你打吧。他是不想被他说他是心胸狭窄的男人。喂，你不放开我，我怎么打电话？林一失笑的抬眸看着他。实际不管在成熟的男人，在自己的心爱的女人面前，他们总是容易表露出孩子幼稚的一面。顾其东憋了憋嘴，缓缓松开他，盯着他的脸。林一拿起挂掉的电话，拨打了陆浩秋的号码。浩秋，是我。林一说完，看了一眼顾其东，果然见这男人的目光怔怔地盯着他。我刚才听你打电话的心情似乎不太好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林一问得很小心，男人跟女人不一样，女人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会说出来，会告诉朋友。男人是更愿意放在心里，自己消化解决。陆浩秋沉默了片刻，才缓缓说道：“杜柔不见了。”啊？什么意思？林一一惊，忙坐直了身子。顾其东在旁看着，见林一神色紧张，心里不悦，可也没有说什么。不是，是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了。他留书给我说想要出去走走散散心，可并没有告诉他去哪里了。你们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杜柔不是那种耍小性子让人担忧的女人。陆浩秋轻叹了一口气，
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忘记他的生日了。就是昨天。